明皇帝上路！孩子，你已经尽力了，你给了大明最后的体面，现在换我来吧。何人敢犯朕的大明？谁说俺要上路了？都怪老奴，都怪老奴糊涂，没给您寻一条结实的上吊绳，害陛下再受这二茬罪。狗奴才！老奴死罪，老奴死罪！陛下息怒。这是哪里？紫禁城怎会陷入火海？朕不是该在应朝府的皇宫里，弥留之际握着皇孙允我的手，叮嘱诸子辅佐他守好大明江山吗？老奴死罪！抬起头来，告诉朕，如今是建文帝几世后代在位？回皇上，建文帝当年被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击败，燕王登基后，如今传到皇上这儿，是永乐帝的10世孙，年号崇祯。朱棣，当年咱家何等信任他，封他为燕王，赐他兵权，竟敢违背遗诏起兵谋反，篡夺皇孙江山，简直是大逆不道！罢了罢了，不管怎么说，江山终究还在朱家子孙手里。咱朱重八大败陈友谅，剿灭张士诚，亲手打下了这大明300年江山，绝不能就这样毁在闯军与满清手里。李自成、多尔衮，朕的大明还轮不到你们来放肆！天哪，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崇祯帝吗？李自成的贼兵离宫门还有多远？城内尚有多少可用之兵？城内守军溃散大败，只剩数千锦衣卫和部分经营残兵守在宫门内外，恐怕撑不了多久了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传朕旨意，令锦衣卫指挥使率所部精锐，封锁宫门及主要街巷，凡溃散士兵敢劫掠百姓者，格杀勿乱。再令经营残兵死守内城各门，拖延时辰，凡能坚守半个时辰者，官升3级。陛下，您是要逆势而为吗？当年开局1个碗，能通关1个国，如今日月山河还在，看咱荡平贼寇，在肃山河。等等，你去传旨时，顺带告诉锦衣卫，若遇达官贵人私藏财物，意图开门陷城者，无需禀报，当场斩杀，抄没家产以充军饷。朕知道城内有不少人盼着李自成进城，想保全自身富贵，朕偏要让他们知道，背叛大明者，死无葬身之地。是。朱棣啊，朱棣，你个不孝子，夺了允文的江山，迁都北京。朕暂且不与你计较，可如今我大明危在旦夕，你这一脉的子孙守不住江山，朕便替你守。陛下，内城西北角楼已被贼兵攻破，经营士兵伤亡惨重，死伤遍地。贼兵正朝皇城逼近，火光照亮半边天，还请陛下移驾。移驾？朕的江山，朕哪里也不去。随朕去午门，朕要亲自督战，让这些贼兵看看，我大明皇帝绝非贪生怕死之辈。朕乃大明崇祯皇帝，受命于天，君临万邦。今逆贼李自成以流寇之身窥伺神器，妄图倾覆我大明社稷，篡夺江山，此乃上逆天理，下违人心，天地不容。尔等在此浴血死战，皆是朕的忠臣良将。今日朕在此立誓，但凡击退贼寇，在场将士一律官升3级。若有勇士能斩下闯贼李自成首级者，封王爵，享万世荣华富贵。父皇万岁！万万岁！王大办，奴才在，传朕旨意，紫禁城内所有5品以上文武官员，无论京官闲职职守者，半个时辰之内尽数前往太和殿集合，以即刻召集身边心腹可靠太监，吩咐各处通报，不得有误，速速去办。奴才遵旨。回去。皇上有旨，5品
上官员即刻前往太和殿。众爱卿，如今逆贼李自成已破外城，贼兵势大，京师一时难以抵御。事到如今，你们有什么退敌之策，尽可直言，不必忌讳。朕恕你们无罪。陛下，如今闯贼数十万大军围城，京师内外断绝，紫禁城内早已无可用之兵、可战之将。以臣之见，如今之计，不如什么？爱卿但说无妨，支支吾吾，岂是大明奸臣风骨？臣请陛下开城投降闯王，以求保全身家性命，保全宗室百官。无耻叛逆！其他爱卿意下如何？陛下，臣以为张尚书所言虽刺耳，却是实情。如今内无强兵，外无救驾，突围已然绝无可能。依臣之见，不如与闯王议和，划地而治，尚能保全大明半壁江山，保全宗庙社稷呀。成国公所言极是，战则玉石俱焚，和则暂保平安。陛下为天下苍一计，议和是唯一出路啊！闯贼势大，不可力敌呀！众卿的想法朕都清楚了。如今京师兵源枯竭，外援不至，看来朕也只能依诸位所言，与闯贼议和了。皇上，万万不可议和呀！议和便是亡国之路啊！祖宗基业，岂可拱手？臣等死谏，请陛下收回成命。朕说的议和不是投降，而是以战促和。陛下，恕老奴愚钝，您的意思是？众爱卿听清楚，如今闯贼破我外城，眼看便要攻入内城。若是朕此刻开城投降，在李自成眼中，我大明军人不过一群望风而降、软弱可欺的鼠辈，他只会觉得是他兵锋无敌，我等无力抵抗，才不得不屈膝求生。你们扪心自问，自古忠臣不事二主，你们这等临危变界之辈，李自成得了北京后，会真心重用你们吗？不死狗烹，鸟尽弓藏。等他坐稳江山，第一个要杀的，就是你们这些卖主求荣之徒。李自成一路破关入河，半年奔袭千里，士卒早已人困马乏。现在他虽看似势大，实则后方空虚，粮草不济，已是强弩之末。现在他虽看似势大，实则后方空虚。如今山海关外，吴三桂手握关宁铁骑，乃是我大明最精锐之师，虎视眈眈，枕戈待旦。各地秦王之师亦在星夜称援，日夜兼程赶来。只要我等死守内城，扛过这最初几日猛攻，不出半月，四方援兵必至。到那时再谈议和，我们才有筹码，才有底气，才能让李自成退出北京，俯首称藩。不出半月。众爱卿，你们是要做屈膝求荣的死囚，还是要做守土卫国的功臣？陛下圣明！陛下圣明！李国珍，朕命你为禁军统领。臣在。孟兆祥、王家燕为副统领，统领城内除锦衣卫外所有兵马，死守内城各门，务必坚守至秦王大军到来。臣遵旨。王承恩，老奴在。朕命你为掌印锦衣卫都督，负责攻防巡查缉拿奸细，有动摇军心、私通闯腿者，先斩后奏。老奴遵旨。至于张巡燕与朱纯臣，你们既主张议和，朕便成全你们。朕命你依旧以兵部尚书衔兼东阁大学士，朕给你们议和底线，册封李足胜为西北王，以陕晋豫湖广北部为其封地，赐金印，准其不朝觐、不纳税、不奉调。但李自成必须退出北京，率军返回关中，尊大明为正统，不毁宗庙，不害皇室，且需出兵协助朝廷抵御关外清军。朝廷可发白银100万两，粮食100万担，犒赏其军。首要目的是拖延李自成攻城的节奏，谈不成便不必回来了。陛下，我大明祖训，不和亲，不赔款，不割地，不议和。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，岂可与刘贼议和，玷污大明国祚？臣死谏，请陛下收回成命。哼，祖训，当年是老子定下的祖训，是让子孙励精图治，守土卫国，不是让你们这群腐儒拿来捆住皇帝手脚，坐视江山灭亡的。天子守国门，
是让你们练兵备战，固国强兵，不是让城破之日只会喊一句以死报国，半点实用计策都拿不出来。范爱卿，你的忠心朕知道，可朕问你，不议和，不缓兵，仅凭城内数千陪兵，你能挡得住李自成数十万大军吗？臣虽不能退敌，城破唯死而已，谨遵祖训。死最容易，可江山没了，祖宗基业没了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就算死了，有脸去见列祖列宗吗？此时百官散去，殿内只剩下寥寥数名主战之臣。我缓缓开口道：“高文才，你即刻点齐500锦衣卫，直奔朱纯臣、张君彦府邸，抄家灭门，老少不留，一个活口都不许剩下。另外，凡与王德化往来密切、暗通贼寇的太监，一并斩杀。”此言一出，满殿死寂。高文才浑身一僵，抬头惊道：“皇上，朱张2位大人方才奉旨前往闯营议和，是何是战是将是叛，尚无定论。此刻便行抄家灭门之举，恐怕于理不合。”我目光一立，如刀锋出鞘，直刺高文才。高文才心头巨震，双腿一软，重重跪倒在地。高卿家，朕知你是忠臣，朕也不打算瞒你这3个人回不来了，速速去办，把抄出来的金银粮草尽数运回宫中。高文才浑身一颤，顿时再不敢多言，重重叩首。臣遵旨，臣即刻便去。李若莲，另一员锦衣卫悍将应声跪地。臣在。朕给你半个时辰封锁皇宫，戒严内外。之前城内造谣惑众，动摇军心，暗通流寇的官员不分大小，全家押至各门城楼之下，当着守城将士的面，当场处斩以儆效尤，家产钞墨一并运来。接着我转向身旁王承恩喊道：“王大办！”王承恩浑身一颤，连忙躬身：“奴才在。”你去传朕口谕，自此刻起，京官无指擅自出宫者，斩；官员家眷私逃出城者，斩；守城军士擅自下城者，斩。王承恩伏地叩首：“奴才这就去办。”我突然想到什么，缓缓开口：“皇后与几位公主现在如何了？”王承恩声音哽咽道：“皇上，您忘了吗？周皇后已在眉山之事发生前，自缢于坤宁宫，以身殉国了。长平公主被你回见断续一臂，此刻昏迷不醒，生死未卜。昭仁公主，她已薨了。”一段冰冷而惨烈的记忆如潮水般冲入我的脑海。那是原本的崇祯在城破之前，为不让皇家女眷重蹈靖康之耻，被贼寇凌辱，亲手挥剑斩向自己的骨肉。附身其上的我闭了闭眼，心间一阵剧痛。那是我的子孙，我的血脉，我一手开创的大明，竟落到这般地步。良久，我缓缓睁开眼，声音轻得像一声叹息：“长平公主不必带来了，你挑一名忠心可靠的太监，给她剃去长发，换上宫女服饰，设法送出宫去。她已断臂，就算落入贼手，想来也不会多加为难，让她活下来。”接着，我转向李国珍、王家燕、孟兆祥几位守城重臣开口道：“几位卿家，3人同时跪倒，泪湿衣襟。”臣在。朕命你们不惜一切代价死守12个时辰。王家燕叩首泣血：“皇上放心，臣等粉身碎骨也要死战到底，以身殉国。”李国珍满眼充血：“皇上请放心，臣等必死战不退。”孟兆祥老泪纵横，声音嘶哑：“臣弑君之路，为君分忧，万死不辞。”看着这2位忠臣，我心中了然。这一战他们是必死之局，朕知道你们是忠臣，只可惜这一回你们真要以身殉国了。几人身躯一震，却更加坚定：“臣无怨无悔。”从军中挑选50精锐亲军，必须是绝对可靠之人。朕要趁夜突围出城。众人听后同时大惊，抬头望向我：“皇上，您方才不是命人死守京城，又遣朱纯臣等人前往议和，这究竟是何用意？”我冷笑一声，开口道：“北京城守不住了。李自成兵临城下，志在天下，城中金银如山，美女如云，他怎么可能因为一纸和议就退兵？各地秦王大军都在观望徘徊，蜀守两端，没有一家会真正拼死来救。朕不能死，只要朕活着，只要朕突出重围，大明就还有半壁江山，还有卷土重来的希望。”一席话说的2位老臣泪如雨下，伏地叩首，再无半分质疑。1个时辰后，王承恩跌跌撞撞奔入殿中，衣衫尽是尘土。“回皇上，老奴清点完毕，大内银库只剩白银5万两。
兵器库中勉强挑出可用兵器1000余件，完好铠甲500副，其余皆年久失修朽坏，不堪用。我听得咬牙切齿，指节捏得发白。堂堂大明皇宫库藏空虚至此，而外面那些勋贵大臣一个个富可敌国，却一毛不拔，坐看江山崩塌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下滔天怒火。朕知道了。不多久，殿外脚步声、车轮声轰然响起。高文采披甲带刃大步而入，身后数十名锦衣卫压着一辆辆堆满金银的大车，金光银光。高文采单膝跪地，臣等复旨：朱纯臣府邸家丁持械顽抗，已被臣尽数诛杀，满门抄斩，共抄得白银50万两，黄金3万两。古玩字画无数两米堆积如山。张金燕家中抄出白银20万两，黄金1万两。细软已全部运到，2米过多，容臣稍后再派人押运。另外，从朱纯臣后院密室中搜出私藏精铁兵器、铠甲上千件。时间仓促，若再给臣片刻，还能再抄出更多。我听后眼中闪过一丝赞许，做得好，你们辛苦了。从这些金银之中拨出5万两，按职级分给此次抄家的锦衣卫将士，其余金银米粮除古玩字画外，全部运至各门城头，分发给守城将士。二人轰然应诺，遵旨。正要转身时，我却忽然开口：等等，你们传令下去，这些金银是朕体恤他们忠勇可嘉，额外赏赐。之前拖欠的粮饷，待朕破贼之后，一律如数补发，分毫不缺。高文采、李若莲心中一震，瞬间明白了我的深意。若直接补发，士兵只当是理所应当；若说是皇上特赏，人心必暖，士气必振。臣等遵旨。二人领旨而去，殿内终于清静下来。我转过身看向王承恩带来的3位皇子。太子朱慈节年方15，眉目清俊，虽身处绝境，眼中却有惊而不惧，隐隐有储君风骨。定王永王年纪尚幼，不过8、9岁，紧紧依偎在太子身边，小脸苍白，眼神惶恐，却强忍着不敢哭泣。附身于此的我，虽一生铁石心肠，唯独对子孙后代护犊情深。此刻看着这3个孩子，心间不由得一软，眼中不自觉流露出疼惜与怜爱。王大半，奴才在。取几套寻常太监服饰给3位殿下换上。你在宫中多年，可有真正心腹可靠之人？王承恩立刻明白帝王用意，重重点头。皇上放心，奴才手中有几位跟随多年、生死不负的老奴，奴才愿意人头担保，必拼死护3位殿下周全。好，好，我连说3声好。不多时，3名老太监躬身入殿，跪地叩首，不敢仰视。抬起头来，你们都是我大明的忠奴，又是王承恩以性命担保之人。如今闯贼兵临城下，国破家亡在即，朕将3位皇子托付给你们，你们记住，拼尽一身性命也要护他们周全。此事不得对任何人泄露一字。如果成功到南京，你们以后就是救国功臣，几位皇子的心腹必将留名青史，永享荣华富贵。出宫之后，3人分3路走，对外只当他们是寻常小太监，一路向南逃往南京，务必隐姓埋名，低调行事。我看向王承恩，继续道：给每人分发碎银几10两即可，不要多，不要整定，以免路上路财招来杀身之祸。奴才遵旨。随后我对着3名老太监深深一揖，这一拜是拜托赴江山社稷，是拜大明最后一丝龙脉。3名老太监猛地抬头，青筋暴起，眼中尽是死志。皇上，请放心，奴才的万死不辞。若能平安护送殿下抵达南京，奴才等粉身碎骨也心甘情愿。我微微颔首问道：王大半，宫中可有隐秘出口，能悄无声息离宫？王承恩迟疑片刻，咬牙道：回皇上有时有一个，只是都到了这步田地，还有什么不能说？是。王承恩低声道：近来闯军围城，不少宫女太监私逃出宫，都是从神武门西侧墙角的宫筒暗道爬出去的。那是平日运送净土出宫的通道，狭窄低矮，仅容1人匍匐通过。只是殿下乃是龙子奉身金枝玉叶，怎么能从那种污秽之地通行？我听完没有半分犹豫。当年我做乞丐、游方僧，比这更污秽、更屈辱的日子都一一熬过来了。龙蛇潜渊，不拘泥于清浊。我冷冷下令，你们就从这里出去。出宫之后，不许再称太子王爷，给他们换上布衣，改做寻常人家子弟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走到3位皇子面前。太子朱慈虽只有15岁，却已懂得家国大义，咬紧牙关，不流一滴泪。父皇，儿臣不怕。
儿臣愿去南京重振大明。定王、永王年纪尚幼，紧紧攥着太子的衣袖，小脸惨白，却也强忍着不敢哭。我看着这几个孩子，心间像被针扎一般疼。那是我的子孙，是我一手打下的江山，如今竟落得如此境地。我伸手轻轻抚了抚太子的头，记住，出去之后，莫要再称朕为父皇，莫要再摆皇子架子，见人低头，遇事藏拙。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，只要你们活着，大明就不会亡。三个孩子用力点头，却死死咬住嘴唇，不敢发出一声哭腔。王承恩不敢耽搁，立刻取来早已备好的碎银，分成3宝，悄悄塞给3名心腹太监。路上只住破庙、农舍，少说话，不与人争。银钱只买粗粮淡饭，万万不可落腹。3名太监伏地再拜，将银钱贴身藏好，又取来最粗布破旧的太监服饰给3位皇子仔细换上。抹乱他们的头发，擦上些许灰尘，一瞬间，金枝玉叶变成了宫中最不起眼的小内侍。皇上，暗道狭窄阴暗，臭气熏人，需弯腰匍匐而行，且只有1更天的时间。守卫会趁夜移走宫统，片刻后便会关闭。王承恩声音发颤，出发。我没有回头，他一身地袍立于殿中，目送几名太监带着3位皇子低头缩身，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殿角阴影里。往神武门方向而去，那背影一步一颠，却一步步走向生，走向希望。我闭上眼，只要龙脉不断，大明便有中兴之日。片刻后，神武门西侧角落，昏暗中，一道低矮腥臭、仅容一人爬行的黑洞口显露出来。平日里，这是宫中最卑贱之人都不愿靠近的宫统暗道，直通宫外护城河附近的偏僻小巷。夜风一吹，晦气扑鼻。太子朱慈郎微微一皱眉，却二话不说，率先弯腰钻入。定王、永王紧随其后。3名太监断后，一边爬一边用身体护住皇子，不敢有半分松懈。泥土、秽物沾在衣袍上，龙子玉体此刻与泥垢无异。洞内漆黑如墨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只能靠双手摸索前行。呼吸之间全是刺鼻恶臭。可没有一人出声抱怨，他们知道身下爬的不是藏道，是大明的生路。我站在太和殿门口，外城陷落的浓烟滚滚冲天，将白日熏得一片昏黄。大顺军的战鼓如惊雷般一遍遍砸在城墙上，炮声震得墙砖簌簌落灰，连紫禁城的琉璃瓦都在微微颤抖。我脚步一顿，身旁紧紧跟着的是最信任的太监王承恩。此刻王承恩脸上满是焦灼，眼角泛红，跟在我身侧半步不敢离。王大办，闯贼眼下攻哪座城门最猛？王承恩连忙上前半步道：“回皇上，是西直门。”他顿了顿，补充道：“如今是襄城伯李国珍大人亲自镇守。李爷家是永乐朝靖难功臣，世袭爵位至今已是第11代，满门忠烈，历代皆不负朝廷，不负大明。”我眼底掠过一丝动容，又迅速被一层冷硬覆盖。好，随朕去西直门。我抬脚便要走，王承恩却猛地向前一扑，跪倒在地，一把抱住我的袍爵。皇上，奴才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我脚步顿住，低头看着这位追随自己20余年的心腹，声音放轻：“尽管讲。”皇上，西直门炮火连天，闯贼石山般往上冲，您万金之躯去了太危险了。奴才斗胆求皇上，趁现在眼线未察觉，换上普通衣物，由奴才率几夷死士护驾，从密道出宫，南下南京。南京是我大明陪都，有完整的6部朝堂，有仓廪充足的粮草，有数10万江淮守军。皇上到了南京，便可重整江山，再图北伐。一番话说完，王承恩已是泪流满面，重重磕头。我沉默片刻，伸手轻轻扶起他，目光望向远方连天的战火，声音低沉，却带着帝王最后的清醒与决绝。朕知道你的意思。我轻轻一叹，朕之所以迟迟不走，一者是要给太子、永王、定王出宫藏匿留族脱身的时间；二者，朕在这宫中一日，文武百官、守城将士便有主心骨。一旦朕悄悄离宫的消息泄露，人心立刻溃散，不用1个时辰，内城必破。到时候我们连京城都出不去，只会被刘贼追擒，受辱于贼寇之手。我顿了顿，声音更冷。何况这宫里、这朝堂上，到处都是闯贼安插的眼线，朕一动便是万劫不复。王承恩听得浑身一震，连连叩首。皇上考虑周全，是奴才愚钝，奴才罪该万死。起来吧！我挥挥手，一行人快马加鞭，片刻便抵达西直门城。刚踏上城楼，冲天的血腥气便扑面而来。城墙上伤兵哀嚎不止，断矛裂盾，空箭楼散落一地，炮口还在冒着袅袅黑烟。守城将士个个衣甲染血，面容憔悴，
许多人靠在垛口上昏昏欲睡，却一听见脚步声，立刻强撑着握紧刀枪。一人浑身浴血，披挂一套鎏金鱼鳞重甲，甲片上凝着乌黑的血渍。闻声猛地转过身，踉跄着扑倒在城道中央，重重叩首。臣襄城伯李国珍恭迎皇上圣驾，吾皇万岁！他身后残存的将士闻声齐齐跪倒一片，甲叶碰撞之声连成一片，喊杀声疲惫却悲壮。我快步上前，亲手将这位满身伤痕的勋臣扶起，手掌轻轻拍在他沾满血污的肩膀上，声音带着一丝颤抖，却字字铿锵。襄城伯，免礼！你李家自永乐帝靖难起兵，世袭爵位11世，代代忠良，是我大明真正的柱石。今日国难当头，你能死守西直门，不负列祖列宗，不负朕，不负天下。李国珍眼眶一热，泪水混着血水滚落，哽咽道：臣世受国恩，粉身碎骨，在所不辞。我点点头，目光扫过城墙上下，沉声问道：如今守城形势如何？将士还撑得住吗？李国珍挺直残破的身躯，沉声回禀：回皇上，西直门现有守城将士1100余人，连日血战，多数人已经3昼夜未曾合眼，饥寒交迫，死伤惨重。但今日皇上亲自骑马登城，许诺破贼之后，虚公擢升，颁发公券。将士们听闻圣谕士气大振，已经接连打退闯贼7次猛攻，贼兵尸迹如山，始终未能踏上城头一步。好，我眼中第一次露出一丝微光。我向王承恩微微偏过头，不动声色地递过一个眼色。王承恩心领神会，立刻向后一挥手，尖声喝道：抬上来！城墙下，一队队锦衣卫汗流浃背，推着一辆又一辆蒙着黑布的大车，缓缓登上马道。车一停稳，锦衣卫猛地扯下黑布，明晃晃白花花的银子瞬间堆满了半面城头，一锭锭官银堆叠如丘，在昏黄的天光下折射出刺目的光芒，晃得所有人睁不开眼。守城士兵早已3、4个月未领分毫饷银，许多人连肚子都填不饱。此刻见到这堆积如山的白银，一个个双目放光，呼吸急促，握紧兵器的手都在发抖。王承恩踏上一步，声音尖亮，传遍整面城墙：众将士听着，这一车车白银皆是皇上从大内银库与近日查抄贪官污吏家父所得，尽数赏给你们。皇上念你们忠君爱国，浴血死战，特颁重赏，以慰君心，还不速速谢恩！短暂的死寂之后，城墙上下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呐喊：皇上万岁！誓死效忠，守卫家园，绝不退缩！呐喊声压过了城外的战鼓，压过了炮火，在残破的城墙上空回荡。我微微颔首，又向王承恩递去第二个眼色。王承恩深吸一口气，再次挥手：带上来！一队锦衣卫神色肃杀，押着20余名五花大绑的官员走上城头，人人口中塞着破布，面色惨白，正是城中被眼线揭发、暗中通贼欲降的官员。王承恩手持一卷明皇圣旨，一字一顿当众宣读：钦定通贼逆臣名单。这些人识君之路，却在国难当头叛国投敌，天理难容，国法不容。朕令即刻问斩，悬守城楼以儆效尤。最后一字落下，王承恩猛地挥手，斩！锦衣卫绣春刀齐刷刷出鞘，寒光一闪而过，整面城墙瞬间死寂。不知哪名士兵红着眼睛，猛地举起长枪，嘶吼一声：杀得好！通贼卖国贼，死有余辜！刹那间，千万声怒吼同时爆发。襄城伯李国珍站在一旁，看得浑身发冷后，被惊出一层冷汗。他世代勋贵，见过沙场喋血，见过朝堂杀伐，却从未见过皇上如此恩威并施，刚猛果决。前一刻还在赏银安君，下一刻便当众斩臣立威，奖罚分明，手段狠辣，一刀斩断了城内投降的念想，也一刀逼得所有人只能死战。李国珍猛地单膝跪地，声嘶力竭地呐喊：臣李国珍率西直门全体将士誓死报国，欲成俱亡，绝不退后半步。喊声震天，烽火烈烈。我站在垛口之前，望着城外黑压压、一眼望不到头的大顺军大营，望着眼前浴血死战的将士，眼中没有半分惧色，只有帝王最后的孤绝与悲壮。我知道，这是我能给大明最后一剂强心针。能撑多久是多久，能战一刻是一刻。此时另一边，帐内朱纯臣、张俊彦、王德化3人在敌方阵营里大气都不敢喘。李自成鼻孔里冷冷哼出一声：崇祯派你们3人来所为何事？张金燕连忙上前一步，恭恭敬敬，语气谦卑：回闯王，
如今大王天兵压境，京师震动，皇上自知无力抵挡大王仁义之师，特命我等3人前来，愿与大王议和，只求罢兵息战，保全大明宗庙，让天下苍生免遭兵戈之苦。议和！一旁闯王的得力部将刘宗敏猛地一拍桌案，腰间大刀哐当一声出鞘，半截厉声暴喝：现在才想起议和，早干什么去了？我家大王兵临北京城下时，曾派杜勋入城谈判，劝那崇祯早早归降，保全满城百姓。可那昏君不识抬举一口回绝，还扬言要与京城共存亡。如今外城已破，内城指日可下，大好江山唾手可得，还议什么和？我看你们3个根本不是来议和，是来送死的。王德化吓得浑身一抖，扑通一声，几乎要跪下，连忙尖声求饶。刘将军息怒啊！此前是皇上糊涂，不识大王天威，如今他已知悔悟，愿全盘答应大王此前提出的一切条件，封大王为西北王，割让西北之地100万犒军银，3日之内必定送到大营，只求闯王高抬贵手，暂且退兵啊！李自成目光微沉，缓缓开口：哦，崇祯的小儿真的同意议和，莫不是你们3个自己想要求和吧？张金燕连忙从怀中取出一卷明皇诏书，双手高举过顶。闯王明鉴，皇上的诏书在此，字字皆是天意，绝无虚言。王德化连忙上前接过诏书宣读：奉天承运皇帝，闯王李自成接旨。他刚一开口，便发现李自成端坐在虎皮椅上，纹丝不动，既不接旨，也不跪拜，甚至眼皮都没抬一下。王德化顿时尴尬无比，只得硬着头皮继续念下去。诏书读完，大帐之内一片死寂。李自成手指轻轻敲击着扶手，目光扫过帐下文武。诏书你们也听了，各位以为这议和是应还是不应？军师宋献策轻轻摇着羽扇，缓步出列，声音温和，却字字诛心。闯王，2日前我军尚顾虑四方秦王兵马，故愿与崇祯议和暂稳局面。可如今山东兵不来，江南兵不至，关宁铁骑远在山海关，北京已是一座孤城，大明气数已尽天怒人怨，此时退兵，岂不是放虎归山，自留祸患？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朱纯臣3人，冷笑道：况且崇祯此人刚去寡恩，背信弃义，当年与清议和，他密令陈新甲主持，事谢之后，却将陈新甲抛出来顶罪，斩首示众，以全自己天子守国门的虚名。如此薄情寡义之君，今日答应的再好，他日一旦缓过劲来，必定撕毁盟约，发兵围剿。我大顺将士浴血15年，绝不能做那任人欺骗的冤大头。刘宗敏一听，更是怒目圆睁，大声喝道：军师说得对，大明朝廷贪官横行，阉党乱政，天下百姓早已苦不堪言。我等跟着闯王揭竿而起，从商洛山中九死一生，到如今破京灭明，整整15年。如今机不可失，一鼓作气打进北京城，里面的金银珠宝、美女绸缎，全都是我们的。那崇祯的老祖宗朱元璋不过是个怀有布衣黄觉寺和尚，这江山他朱家做的，我家大哥为何做不得？这番话说得慷慨激昂，帐内众将纷纷轰然应和。李自成缓缓起身，大步走到3人面前，居高临下，眼神冰冷如刀。宋军师，刘将军所言极是，崇祯无容人之量，无治国之能，把大好江山糟蹋得满目疮痍，百姓流离失所。朕今日入京，乃是顺天应人，取而代之，议和之事不必再提。